我来到魔族当卧底才3天就暴露了，被打入天牢的第一晚，残忍嗜血的魔族大师姐找上门，我以为他是来灭口，没想到他说：“陆子野师弟别怕，我也是仙门派来的卧底，师姐会想办法救你的。”第2天晚上，杀人如麻的魔族大师兄来了，我以为这次真的要被杀了，没想到他说：“陆子野师弟不用担心，我能捞你。”原来他俩都是卧底。第3天，魔族最毒小师妹来了，直到第9天晚上，就连一嗔一怒就是尸山血海的魔尊也亲自来了。我还没开口，他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祖师终于派人来接我了吗？这个真相如果在几天前知道，我应该会无比震惊，但现在我心如止水。还记得那是被魔尊打入天牢的第1天，看魔族大师姐来到天牢，我脚一凛，直接摔倒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来魔教第1天，很多人都告诉我要远离大师姐。江湖传言她是个残忍嗜血的大魔头。我一开始本来不相信，直到在魔门招生大比，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满身番茄汁的女子，周围的人都捂住脖子，被吓得纷纷后退。我这才知道，这个嗜血是字面意义上的。但现在她来到了我面前，当我以为难以逃脱嗜血大师姐的魔口时，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大师姐含着泪对我诉说当卧底以来多么的不容易。我为了不暴露，每天一早就去采摘新鲜的番茄，制成嫣红的血浆，用炸裂而投入的演技获得了嗜血魔头的荣誉称号。从此我卧底的身份被完全隐藏。后来仙门靠我暗中传递消息，接连捣毁好几个魔族根据地。可就在任务进行的一片顺利之时，仙门突然联络不上了，少了仙门指示，我每天战战兢兢，没想到当上了魔门大师姐。我和大师姐聊了很久，一转眼天亮了，大师姐又去采番茄了，我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再次睁眼已接近傍晚，杀人如麻的魔门大师兄来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来魔教第1天，很多人都告诉我要警惕大师兄。江湖传言他是个杀人如麻的修罗。我一开始本来不相信，直到后来从其他弟子口中得知大师兄上个月刚屠完一个上千人的行动，我这才知道这个杀人如麻所言非虚。怎么回事？怎么有2个人？抱歉，我刚刚熬夜熬出重影了。我操，他真的好有礼貌。于是我收起了身后准备用来抡他的铁锤，在我正为即将来临的严刑拷打、刑讯逼问做偷袭准备时，他柔和平稳的声音传来：“不用担心，我能捞你。”他也是魔族卧底，为了不暴露，他每天乘着夜色跟随魔门弟子到处为非作歹。他表面杀人如麻，实则动用阵法，把这些人都暗地转移到偏远的山谷里。上个月一夜间，全镇上千人尸骨无存，从此他获得了夺命修罗的荣誉称号。从此卧底身份被完全隐藏，因为山谷里多了上千人，原有的耕地面积和物资显然不太够，但是放他们走又容易产生端倪，让人起疑。于是为了供养他们，我过上了昼夜无息的赚钱生活。我卖符卖丹药，甚至还种上了灵芝灵果。可雪上加霜的是，我发现自己种的番茄草药总是大批量诡异消失，连养殖的家禽都莫名其妙丢了不少。哎，这一切都是因为几年前仙门突然联络不上了。你竟如此聪慧。第3晚，传闻手段很辣、无毒不欢的小师妹正小心翼翼地溜进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小师妹。魔族内门弟子排行以武力为准，只看实力。小师妹是单修，每天沉迷丹药房，忙着研究新药。只有在名次快调出内门时出现在擂台，象征性的控一下分。所以虽在内门待了多年，她依旧是内门所有人的小师妹。江湖传言，小师妹手段很辣、无毒不欢。她最爱的是把人打成重伤，然后逼迫对方咽下江湖中著名的毒丹，看那人受尽折磨，求死不能。你别害怕，其实我是。你是卧底？你可能不知道，因为几年前我发现仙门突然联络不上了。阁下哪位大能，竟通晓因果，无所不知。不过是通晓几分找规律之术罢了，不足挂齿。小师妹表面将江湖排行前100的毒药研究透彻，喜欢以毒害人，实则整日对解药潜心研究。每次施毒，她总在药丸里混入岩石解药，那人看似毒发身亡，实际半时辰一过，伤势就会恢复。我会想办法让你出来，这几颗丹药你收好。现在你身份暴露，魔门又多是狠毒之人，必会严刑逼供。这些丹药能解毒，能疗伤，能止痛。时候不早了，我要去寻些药草制丹，你保重。告别小师妹，看着手里的丹药。正在我沉浸于小师妹的温柔中无可自拔时，我突然灵光一闪。大师姐忙着摘番茄，小师妹忙着采药草。我好像知道大师兄的农作物为什么会诡异消失了。短短几天，我的3观已经被重塑多次，所以看到魔尊嚎啕大哭，我只是语气淡定地说：“请讲述你的故事。”魔尊15度角仰望星空，露出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忧郁表情，说道：“我本来是来当卧底的，但是当着，我发现仙门突然联络不上了，少了仙门指示，我只能自由发挥。没想到我天分逆天，能力非凡，又勤劳能干，都怪我太过优秀，以至于我竟然轻轻松松就从弟子一路晋升成了魔尊。他真的好装，那你很厉害了。唉，我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光，可我日子过得苦啊。我当上魔尊后，被迫收魔族小小当徒弟，如今3个徒弟个个心狠手辣，一个残忍嗜血，一个杀人如麻，还有一个无毒不欢。碍于魔族规则，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他们做得好。我现在每天一睁眼就得想方设法的救人，我太难了。你是魔尊吧？咱俩都是卧底吧？
咱俩立场一样，那你是不是能让我出狱了？目前可能不太行，魔族水很深，我那日故意把你打入天牢，是为了保住你的性命。如果不是我把你打入天牢，我那3个血腥残忍、无恶不作的徒弟定会置你于死地。魔尊似是想安慰我，于是给我递了个鸡腿。魔族境内多为瘴气之地，听闻家禽极难存活，难以养殖，你这鸡腿哪来的？我发现一块宝地，不仅长野果野草，竟然还有野鸡。我沉默了，在心里默默给牛马大师兄点了根蜡。一块地好不容易出来点东西，全被薅没了。看着手里的鸡腿，我想起了大师兄疲惫的脸庞，开始同情他了。吃饱喝足后，我聊起正事。我觉得我明天一早就能出去了，可我3个徒弟不可能同意的。我觉得他们都同意我出狱，你给他们传信问问。在我的不屑劝说下，魔尊终于松了口。3只血红的千纸鹤飞了出去。没一会儿，他们回来了，打开纸鹤上面的字迹清晰显露出来。我魔族大师姐同意陆子野师弟出狱，我觉得这是另有隐情。我魔族大师兄同意陆子野师弟出狱，我觉得其中定有误会。我魔族小师妹同意陆子野师弟出狱，他一看就是无辜的。魔尊看完后一脸震惊，于是我打算跟他说明实情。其实他们也是。我明白了，他们这是想把你骗出去杀。魔族真是阴险狡猾，竟然还会玩弄人心。他们可能并无恶意，你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他们骗了。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和咱俩一样的卧底呢？绝无可能。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那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出牢第一天，我还没来得及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就被魔尊拎到秘境口。你独自待在内门，我的3个徒弟必然出手。这秘境魔族还没来得及对这里进行详细调查，再加上魔族子弟最近颇为忙碌，鲜少人知道秘境开放。此次一行，我们一定要采到血魂草，这是炼制魂器的重要材料，绝不能落在魔族手里。就在我俩刚要动身时，大师姐来了。魔尊近日劳神，弟子也想为您分忧。不必了。这时魔尊暗中给我传音，你看他们都是残忍阴毒之辈，跟过来追着杀，估计盯上你的命了，你要多加小心。紧接着大师姐也给我传音，魔尊心思阴险，狡诈恶毒，一看就一肚子坏水，没安好心。我左看右看，他们诗词图笑，一派祥和；我左听右听，他们剑拔弩张，全是诋毁。我站在中间，显得异常无助。我对血魂草的生长习性颇有了解，有我在，魂器炼制的成功率一定能大大增加。魔族为了炼制魂器努力100年之久，提到魂器，魔尊很难拒绝。碍于魔尊人设，只能让大师姐跟随。魔尊日理万机，不如把陆子野师弟给我照顾，以免给您添乱。你要求有点太多了。看，我说什么来着？盯上你的命了，果然盯上你的命了。这老登真是阴晴不定，难以交流。我怀疑他想把你带到秘境杀。他们还挺关心我的死活，有点感动。进入秘境后，为了更好的寻找血魂草，我们决定分开走。大师姐争夺我的跟随权，失败后，她咬牙恨恨而去。走前给我传音，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魔尊夺走你的性命。倒也没有这么严重。大师姐走后，表面上风轻云淡的魔尊，脸上豆大的汗珠落下。吓死我了！还好我动用非凡的智慧与他周旋，暂时保住了你的命。随即魔尊骄傲的抬头，余光却微微瞥过来，似乎在等我夸奖。我酝酿了半天溢美之词，但一想到他的周旋起到了0个作用，就觉得有点夸不出口，最后还是吐出2字儿：谢谢。算了，虽然你没有被我的智慧折服，但是遇到生死危机还算淡定。你这样优秀的心态，以后当我的左膀右臂也不是不行。谢妖并不想当。就在这时，一只妖兽突然出现，对着魔尊就发起了攻击。一人一蛇交战几回合，蛇妖竟丝毫没要伤害我的意思，似乎对魔尊的仇恨超过了周围的一切。我便开始在一旁吃瓜，突然一个面具人不知何时出现，灵机一样把我拽在手里带走了。没想到这人竟然是大师姐。魔尊残忍无比，你受苦了。什么情况？我听到他要卸你左膀右臂，就连忙出手了。你看起来倒是冷静。他要卸我左膀右臂，什么时候？你这样优秀的心态，以后当我的左膀右臂也不是不行。没想到这句话还能这么理解，这样下去，他们的误会只会越来越深。大师姐，此事有误会，其实魔尊他此地不对劲啊！有没有发现此处魔气浓郁异常？此处怕是有灵草，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血魂草。找我血魂草后，我继续刚才的话题。你说魔族管理散漫，内门有没有可能存在别的卧底？嘘，魔族水很深，小心隔墙有耳。我们就像水里的鱼，稍有不慎就会沉溺于漩涡之中。对了，说到鱼，听说这个秘境的鱼烤着很好吃。不是，话题这么跳跃，真的好吗？对着河流，我和拿着鱼竿的大师姐面面相觑。我问她，你不钓吗？其实钓鱼这方面，我已经过了新手保护期了，不是我技术不好，是鱼不爱咬我的钩。你来钓。他绝对是蓄谋已久了。没一会我就钓上来一条鱼，大师姐开始处理鱼。我打算去拾点柴火，没走几步，我脚下地面突然发光，我被传送到大师兄面前。这里是绷带和补血丹，先止血，止完血补身。咦，伤口呢？什么伤口？和嗜血魔头单独相处这么久，竟然逃过了他的魔口吗？你有几分真本事？得亏我提前设好了传送阵，不然你就要被淹死了。淹死？何出此言？得亏我布阵快，听他说要把你扔河里淹死，正找漩涡呢。我们就像水里的鱼，稍有不慎就会沉溺于漩涡之中。不是，你们监听只听
听关键词的。才来短短几天，你就已经发现魔族生产的监听器会故障这回事了？现在发现了，难道魔族用的都是一个牌子的监听器吗？对啊，这边只有一个生产监听器的店，你要吗？我婉拒了，这帮人如果没有监听珠，说不定误会早解除了。我打算委婉拖出实情。大师兄，有没有可能大师姐人很好，她刚刚还和我一起烤鱼？什么？他竟然如此残忍，连鱼的血都不放过？倒也没这么嗜血，有没有可能大师姐根本不嗜血？绝无可能！你不觉得大师姐身上血腥味很淡，总有番茄味吗？我起早贪黑种的番茄难道是他偷的？魔族竟卑鄙如斯！我才想起来，大师兄的番茄还真是大师姐偷的。不仅如此，还有被小师妹顺走的药草，被魔尊拿去烤的野鸡，真的好同情他。总感觉对他说出真相是一种残忍。大师兄很忙，有上千人要养，提醒我多加小心之后，使用传送阵离开了。随后我回到大师姐身边，发现鱼已经被她烤好。这时小师妹流着口水，顺着香味也一路寻过来。于是我们三个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小师妹怎么也来了秘境？炼丹为了寻些药草。小师妹为了炼丹也是颇为辛苦。这小丫头整天炼毒丹，怎么没把她毒死？哪有，师姐才是劳苦功高。这个女人把血当水吨吨喝，怎么没呛死她？我不语，场上只有我笑不出来。明明只有2个人说话，我却得听4个声音，意思还相反。明天内门的血月宴，我们5个都得参加吧？你说几个人参加？你、我、师姐、师兄、魔尊，咱们5个啊！我陷入沉思，3个人我得听4道声音，那5个人我得听8道声音。不敢想，我唰的一下站起身。明天血月宴前，我必须要让他们解除误会。我一左一右把他们架起，转身朝秘境口走去。火堆还烧着，烧山劳坐穿。我默默回头灭火。可能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太魔教。我是怕大火烧到小师妹要的药草。魔族就是虚伪，我有去仙门当卧底的打算，提前备了仙门利率。魔族果然阴险。大师姐一边传音诋毁，一边露出得体的假笑。小师妹真是冰雪聪明。小师妹也露出职业假笑。彼此。秘境口，我们5人不期而遇。魔尊一脸震惊地看向多出来的大师兄和小师妹。你们俩怎么也进来了？应该也是为了帮忙找血魂草吧？找到了吗？没有。你竟然还活着，没想到你这么能活，1v3还毫发无伤。你们可以退下了。多停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要宣布。其实在场的人都是卧底。一瞬间万籁俱寂，树上的蝉也不叫了。片刻后，大师兄开口：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希望尊上能给师弟一个解释的机会。是啊，刚才他被一个蒙面人掳走，现在看来他的神智果然受到了蒙面人影响。大师姐为了保我，豁出去了，直接拿出血魂草道：我和师弟找到了血魂草，它的叶子有一定致幻功效，可能是受此影响。血魂草的叶脉确实有一定致幻功效，但是微乎其微。莫非干嚼了86斤血魂草叶子吗？怎么越说越离谱了？小师妹似乎明白了，她试探性的问道：那在场的人难道能都是卧底吗？绝无可能。小师妹又试探的说道：大师姐血淋淋一身，不好清洗，容易滋生细菌，不太卫生。怎么不好洗了？纯天然植物成分。等等，你说植物成分？我的番茄果然是被你偷了。大师兄，虽然魔族植果禽类都比较昂贵，但是我们应该也没有很缺钱吧？没钱我靠什么养活上千人？那为什么你要养活上千人？大师兄一顿也参透了什么，试探答道：总不能为了爱与和平吧？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大脑宕机的时候连心声都是空白的。我骄傲抬头，这下信了吧？所以在场都是卧底同盟。我们好像就是魔族最核心的骨干。那我的卧底任务完成了。那我的番茄还有人陪吗？你可以找仙门报销。那明晚的血月宴还办吗？还办什么血月宴？直接去仙门过中秋。我们一行人激动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浩浩荡荡回了仙门。仙门弟子倾巢而出，在门口提剑准备迎战。仙门宗主位于最前面，他满脸戒备。中秋前夕打过来，魔族竟嚣张至此。师兄，你当上宗主了。师弟，你不是早已在卧底生涯中遭遇不测了吗？卧底之路着实凶险，我默默努力，一不小心当上了魔尊。后面一众弟子尬住了，手中的零件拿也不是，收也不是。正值饭点，我隔着老远闻到了饭香，肚子响了一下，我也尬住了。所幸宗主情商很高，他顺水推舟说道：事已至此，先吃饭吧。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食堂，姗姗来迟的副宗主才赶来。我操，都打到食堂了。卧底工作大获成功，魔族被计划发展成仙门附属部门，魔族弟子都被改造收编，道德课提上日程，他们将被培育仙门道德观，学习如何一心向善。仙门灵果就是比番茄好吃啊！你还敢提番茄？往好处想，你可以放生村民镇民们了，少养上千人呢。你们说魔族弟子在魔域修炼多年，会愿意接受仙门教育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会发生动乱吧？可能会打起来，然后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在哪里？大师姐还真敬业啊！哈哈哈哈哈！我本来没考上仙门，无奈只能去魔族学习技术，没想到魔族变成仙门了，哈哈哈！问题好像解决了。夏日的晨光穿透云层，洒在仙门山巅。我拎着手中写着卧底之神的锦旗，台下弟子纷纷鼓掌。到了分享经验的环节，我沉思片刻说道：可能这就是天赋吧。想当卧底之神，重点是要狡猾，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穿带软垫的厚底鞋。